相亲途中误穿诡异世界，我被开膛手杰克穷追猛赶，他把我堵进小巷子，手里的剃刀闪着寒光。终于只剩下咱们俩了，嘿嘿。我第一次见面至少得带束花吧？你这个态度我很难答应的。那么多人，你只追我一个，小心思都写脸上了，老弟。虽然我是单身，但不代表来者不拒。你回去再准备准备吧，这次先婉拒了哈。杰克，家族群里我妈发了一串网址。茵茵，这都是陈阿姨给你物色的，条件很不错。你也老大不小，该考虑了，不然一个人死了也没人给你收尸。收尸？有人收尸我还能活过来不成？死都死了，就不能让我安安静静的去吗？虽然心烦，但我还是伸手点了进去。眨眼的功夫，连人带着手机被一道蓝光吸入屏幕。恢复意识时，我已经穿越了。眼前10来个陌生男女在雾气弥漫的中古街道上四散奔逃，不同的面孔却是同样的惊慌。这是什么异世界的相亲真人秀节目吗？好牛逼，好刺激！烟雾尽头，高瘦矫健的鬼影正快速逼近。别的不说，身材还挺不错。脑子还没搞清状况，身体已经诚实的跟着人群一块跑起来了。妈，你好狠的心！我不就过年没带个对象回家，你至于拿赛博巫术搞我？选女婿不看三观就算了，现在连世界观都不考虑。平时锻炼的少，没跑2步我就气喘吁吁，很快被人群甩在末尾。身后那高瘦的身影鬼魅般穿行于雾气中，不知何时已经顺身到我面前。他的脸色很苍白，皮肤还不错，穿着打扮偏西式，但有点老气，不过长得还算可以。眼窝深邃，鼻梁高挺，估计是混血。发型精致，一看平时就很注重外貌管理。我低头瞥了一眼，这人手里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剃刀，他这是在发廊上班，看样子还是特地请了假过来相亲的，吃饭的家伙事儿都带着，还挺看重这次相亲的。我正想开口介绍下我自己，表达一下我良好的礼数和优雅的谈吐，但我扭头看见橱窗的反光，上面映出了我自己的脸，我的瞳孔瞬间收紧。糟了，连妆都没化。我赶忙捂住自己的脸，飞快地倒退几步。不好意思，你先等等我。我不顾对方有些呆滞的行动，说完我撒腿就跑。现在得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补妆。对了，晚饭好像吃了大蒜，不会影响这次相亲吧？我哈了一口气，很好，没什么味儿。奔跑途中，我冷静翻找自己的口袋。平时因为经常跑业务，一些化妆品都是随身携带的。一边跑，我打开前置摄像头，不慌不忙描眉。结果从屏幕里看见那人正对我穷追猛赶。好家伙，这么爱我吗？第一次见面，不太合适吧？你别追了，待会儿我会去找你的。我顾不上停下脚步，赶紧冲他大叫，烦死了。最后我跑进一条巷子，总算把妆给上完了。虽然眼线有点歪了，但总体可以打99分。一回头，那人已经神不知鬼不觉贴到了我身后。现在只剩下咱俩了，嘿嘿。他修长白皙的手指轻轻划过剃刀的刀背，笑容很奇怪，眼神也逐渐变得诡异起来。看来他对这次相亲是势在必得。我叫顾茵茵，过完年就28了，现在从事金融工作，年入大概30个 W。歇了一口气，我不紧不慢拿出粉饼继续定妆。我知道你是陈阿姨介绍的，但第一次见面连花都不准备，你这个态度好像不太行啊。眼前这位小帅哥陷入了长久的沉默，见他沉默不语，我更是来气，但碍于颜面不好发作。你呢？别光我一个人说啊。过了许久，他终于开口，您可以叫我杰克，这位美丽端庄的女士哟。小嘴儿倒挺甜的，还挺绅士。还有一名叫杰克呢。我叉着腰，故意升高音调，虽然我呢现在是单身，但也并非来者不拒，要不你今天再回去准备准备，这次我就先婉拒了哈。杰克的眼里闪过一丝疑惑，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误会？我捂着嘴，尽量笑得淑女些。刚刚那么多人，你就紧追着我一个不放，小心思都写在脸上啦，老弟。杰克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耳边传来一阵冰冷的机械人声，本轮游戏到此结束，请各位玩家稍作休息。我昂起头，左顾右盼，也没瞧见说话的人是谁，和之前猜测的差不多。来这儿相亲的果然不止我一个。话说还挺有创意，把相亲环节搞成跑团游戏，比一般的相亲有意思得多，更符合00后宝宝的体质。希望下次见面时你还活着。杰克摘下胸花，温柔地塞进我手里，最后还没忘记绅士的礼仪，朝我鞠了一躬。他消失在迷雾笼罩中。啊！我彻底傻眼了。那么大一个小帅哥，啪的一下没了。恭喜宿主成功通关本轮加时挑战，并签订鬼怪契约，通关奖励将在1小时内发放至您的背包。叮的一声，我的面前出现一道蓝色面板，上方是我的个人信息，除了姓名、年龄外，就连身高体重和血型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嚯，好家伙！我早上才称了体重，是49.85千克，你写52千克是几个意思？
你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铁青着脸，顺着面板继续往下阅读，看到了刚才声音提及过的契约。来自调皮杰克的临终关怀，玩家已被该副本终极 BOSS 打下烙印，自身将免疫契约对象以外的影响，并于3日后向缔结者现身。哈，什么意思？宿主，现在您已经是开膛手杰克的收割目标，只有他能掠夺您的灵魂。耳边叽叽喳喳的怪声说了一通，好在解释高材生，大致还是能理解的。这就跟恋综上男女嘉宾确定 CP 关系，其他人就不好再插足了差不多。啧，看来杰克是对我一见钟情了。不过只是重新准备下告白而已，需要3天这么久吗？游戏结束后，所有玩家回到了中转站休息。我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。宿主，明天的游戏还请继续加油，一定要拿下胜利呀！耳边那蚊子一样烦人的声音又出现了。他自称为系统，我猜应该是这个大型相亲游戏背后的导演组吧。居然把内嵌式耳机塞到我耳朵里，取都取不出来。尽管现在我已经和杰克绑定了 CP 关系，可货比三家，我还是得多看几个。万一有更好的也说不定呢。隔天傍晚，导演组又来拍活了。这次的场地是在一栋荒废的宅院，和我一起组队拍摄的还有另外4人，2男3女。2年前，性情温和的男主人突然发疯，杀掉了自己的妻儿。至此以后，房子里就总是传出古怪的声响。据说这栋房子已经被诅咒，所有进入的人都将惨死其中。本轮游戏需要各位玩家在院宅中平安度过一夜。我听着耳朵里悠扬缓慢的悬疑 BGM。配上系统那故作低沉的声音，节目效果还是挺不错的。不就是实景剧本杀吗？恐怖还原本是吧？我以前玩的可不少。这种游戏其实就是制造吊桥效应，人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对他人产生依赖感，心跳加速，呼吸紧张，就会把这种感觉当作是好感。节目组心眼也够坏的，故意多出一个女嘉宾，是想让姐和他们俩竞争？呵呵，我才不要把自己摆在货架上供人挑选呢。向来只有男人追求我的份儿，想我倒追，下辈子吧。下辈子也不可能。我不要！突然，一位女嘉宾掩面痛哭起来，蹲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肯进去。我不要进去，不要啊！游戏环节还没开始呢，怎么哭得这么伤心？我看了看另外2个男嘉宾的长相，也顿时明白了其中缘由。哦，这期节目的嘉宾太丑了，导演组和女演员没谈拢，演员临时想走，节目组就不能长点心吗？好不容易把女嘉宾劝下来后，我们5人一起走进了正门。这房子看上去有点年代感了，估计是常年没住人的缘故，结满了蜘蛛网，地板和家具积了厚厚一层灰。也不知道是为了营造效果故意为之，还是节目组为了省钱。我估摸着应该是后者。经过客厅时，我听见楼梯转角传来一声猫叫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小男孩双手抓着栏杆，蹲在楼上死死盯着我们。不对，只有我。短短2秒，其他几人就消失不见了。这是压根没打算带上我。小弟弟，别在那儿蹲着，小心摔下来。我好奇提醒了一句，突然感觉脚底好像被什么毛茸茸的东西蹭到，原来是一只小黑猫。不过它跑得飞快，一会儿就没影了。男孩也是一样。这剧情怎么感觉有点熟？来到卧室，我看见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，上面有之前看见过的小男孩，还有一个五官俊朗的成熟男性，衬衫领口下，锁骨分明。他看着很年轻，不像孩子的父亲，更像是我失散多年的丈夫。至于女主人的画像就很奇怪了，她的脸被挖去，似乎是故意损毁的。我看得出神，耳边突然飘来悠悠的人声，是导演组通过无线耳机在给我传递信息吧？快来厨房这儿！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个女人。什么？去哪里？我提高警惕，仔细打量着四周。去厨房！女人幽怨的声音像水波一般在我耳朵里扩散。啥房？谁塌房了？去厨房！哈！去厨什么？我说你他妈赶紧去厨房，臭傻逼！女声炸开，怒气满满。不过这回我听清楚了，她要我去厨房一趟。但是有必要这么凶吗？依照女生的指引，我小心翼翼来到厨房。明明许久无人居住，餐桌上还摆着吃剩的饭菜，尚有余温。冰箱门的缝隙里渗出猩红的液体，散发一股淡淡的腐臭味。上面还贴着一张字条，歪歪扭扭写着：不要打开，违者必死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好的，那就不打开。于是我转头离开了厨房。眼看天色不早了，我只能凑合在这里过一晚。好在这里的水电没有停，我烧了一壶水，打算洗完澡后泡杯茶喝。浴室的水温稍微有点低，但还能忍受。洗着洗着，头顶的灯光突然闪烁，看来是电压不稳定，得速战速决。我一手攥着浴球，一手搓着头发，另一只手拿起毛刷清洗后背。浴帘外，又一只手伸了进来，给我递来浴袍。这节目组还挺体贴的。洗完澡，我哼着小曲儿，准备美美睡一觉。好在主卧的卫生有简单打扫过，不过这里的空调有点问题，我感觉不制暖。
整个房子也跟停尸间一样，冷飕飕的。我紧紧裹着被子，这才稍微暖和了点，带着困意沉沉睡去。半夜，我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说话，脚脖子突然被谁狠狠拽了一把，我慌乱起身，打开了台灯，只见被子高高隆起，似乎有什么东西钻了进来。我颤抖着掀开被子，看见一个肤色白皙，还戴着半黑框眼镜的男人，趴在我的身上，用冷峻而勾人的眸子盯着我，这满满的人夫感。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我被他拖了进去。被子慢慢坍塌，就像根本没人在床上一样，在一片黑暗之中，只能看到帅哥的脸庞隐隐发着微光。帅哥，我都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，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？下一秒，我的脖子被他掐住，他用了十足的力气，可真是敬业。他发出病态癫狂的笑声，我的脸更红了。玩这么刺激，你来真的？我好兴奋。我伸出手，害羞地抚摸着男人的腹肌，冰冰的，硬硬的，一共有6块。他迟疑了一会儿，笑声也戛然而止。人夫帅哥发出了尖锐的报名声：“你在摸哪里？”我抿了抿嘴唇，既然要追求刺激，那就贯彻到底喽。我松开贴在他腹肌上的手，翻身将其扑倒。既然他都这样主动了，我要是再拒绝，着实是不解风情。不过这种限制级的内容，后期真的能播出去吗？既然导演没喊卡，那我也无需忌惮。对不起了，杰克。怪就怪人夫感帅哥他勾引我，是他先动的手啊。10分钟后，被子再次隆起，我俩从里边钻了出来。男人惨叫着从床上逃走，手脚并用的那种。我掀开被子，翻了个白眼。除了能弄我一身口水，你还有什么用？徒有其表，外强中干，废物一个。第二天天亮，我顶着黑眼圈起了床。院宅的大门也在太阳升起后重新开启，可离开的却只有我一个人。导演，其他人呢？我用手指抵着耳朵小声询问。恭喜您成为本场游戏的唯一通关者。好啊，我就知道，昨天就我一个人傻乎乎在这睡了一夜，那几人估计早都牵手成功，双宿双飞了。就我是小丑吗？还真以为是来玩游戏的。回到中转站时，这儿的人已经少了大半，没想到才来第1天，这么多人就相亲成功退赛了。我好恨，遇事不决就睡觉。我在宅子里待了好几日，也没找到回去的法子。约莫是综艺还没有结束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反正厨房里每天都会有节目组提供的食物，虽然偶尔为了节目效果，食物会散发出奇怪的味道，但是节目组总不能拿人命开玩笑吧。晚上还在熟睡中的我，又被导演组的人给叫醒。各位玩家，由于有人不小心播放了被诅咒的碟片，新增的挑战赛正式开启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从睡袋里钻了出来。好家伙，节目组又让我换了空间，合着有钱没处使，就给我升级一下伙食呀。不远处，许多人围在一起，吵吵闹闹。为什么那种东西会夹在里边？一个小姑娘抓挠着头发，崩溃地跪在地上。另外2个男人抱在一起，哭得很伤心。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刚走过去想问问情况，结果不知哪儿突然响起电话铃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声音源头看去。只见空地上摆着一只精巧的小桌子，上边放置了一台老式摇号座机。叮铃铃，叮铃铃，连线都没接，那座机却能正常工作。明明来电话了，却没一个人上去接。他们站得远远的，眼神满是恐惧。喂，找谁啊？众目睽睽下，我接起电话，另一头除了嘈杂声外，并无人说话。喂，接了就说话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皱起眉头，忍不住想发火。72小时，终于，另一头传来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。什么72小时？时间一到，你们都得死。他的语气毫无感情，像一台机器。那就是3天后呗，是从今天开始算吗？我扣着指甲，漫不经心问道。对，这次男人回答得很干脆。可是今天是周五哎，算起来后天是周日吧？你难道周末不休息吗？连单休都没有，太惨了吧？好，我现在就过来杀光你们。啪！对面挂断了电话，因为是免提模式，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。通话结束，电视机突然自己打开了，上边冒出一个黑色的圆环，画面扭曲。只见一只苍白的手从圆环之中伸了出来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我们所有人背后都出现了贴纸，贴纸上写着每个人的名字。男人说来就来，果然是个行动能力满分的男人。没一会儿，男人就从电视机里爬了出来，周围人群的尖叫声瞬间冲上了云霄，大家四散而逃，只有我抱着手站在原地。男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撕掉人群中一人背后的纸张，他的身体瞬间僵住，倒地不起。哦，原来是撕名牌的游戏呀！我也来了兴趣，跟着大家伙一起转圈躲避男人的追捕。要说他这速度还真是快，短短2分钟就淘汰了5个人。说起撕名牌，我其实并不擅长，平时几乎很少运动。很快，现场的玩家接连倒地，只剩下我和最后2人。由于我速度慢，不幸被扑倒在地上。
男人的刘海很长，遮住了眼睛，可那高挺的鼻梁和薄唇我不会看错。我一把掀起他的刘海，也终于看清了这张清秀的脸庞。好帅呀！我红着脸，心脏跳得飞快。你在说什么？男人的眼里闪过疑惑，手也渐渐松开。我将手指抵在他的嘴唇上，发出嘘声。待会儿游戏结束了，咱们要不要换个联系方式？节目组虽然抠搜，可请的 NPC 个个都是帅哥，原来经费都花在这上边了。很好，继续保持。我是来杀你的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男人掐住我的下巴，眼角渗出血液。不要入戏太深，我认输可以吗？我的名牌交给你，你的心交给我。我侧身露出后背，朝他娇羞一笑。就在对方伸手的瞬间，一道寒光闪过，男人猛地缩回手，露出警觉的目光。不远处，悠扬轻快的口哨声传来，滚滚迷雾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一个高瘦人影穿梭在雾气中，发出咯咯咯的笑声。下一秒，趴在我身上的男人突然被甩飞出去，死死定在一棵树上。阿珍，你是不是不懂先来后到的规矩？我的猎物你也敢碰？这声音，我瞳孔微颤，看清了来人的长相，竟然是杰克。他穿着修身的西装，一手攥着剃刀，另一只手捧着鲜艳的玫瑰。杰克微笑着朝我走来，将我从地上扶起后，单膝下跪。顾茵茵小姐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让你乖乖等我吗？他伸手挑起我的下巴，身上散发的香水味清冷又高雅。对不起，被杰克捉到我和其他男人的暧昧。我百口莫辩。之前在院宅，你可就差点坏了规矩。杰克的脸上依旧保持着那抹淡笑。我听出他话语中的不满，难道我和别的男人钻被窝也被杰克知道了？他俯手亲吻我的手背，蔚蓝色的瞳孔转瞬化作血红，无数把锋利的剃刀在其身后显现。杰克一个响指，那些剃刀全都飞向树上的阿珍。砰！对方的身体在被击中的瞬间凭空消失，下一秒，黑色的触手将杰克紧紧缠绕，高举至空中。阿珍也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，用强健有力的胳膊搂住我的腰。你不是说要把心脏交给我吗？这个男人又是什么情况？他贴在我耳边轻声低语，眼神却死死盯着杰克。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面临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。原来这个综艺不支持1v2呀！把你的脏手从他身上拿开，否则我将不排除会扒掉你的皮，小子！杰克悬在半空中，那双血色瞳孔满是杀气。你这洋鬼子，口气倒不小。阿珍松开胳膊，召唤出更多的触手，不断撕扯杰克的身体。随后，他右手指在我脖子上轻轻画了一个圈。女人，你的心脏只能由我挖出来。下一秒，导演组的人在我耳边喊话：宿主，恭喜您再次签订鬼怪契约。什么命啊！这小童子还直接吐槽起来了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节目组这是嫌捆绑 CP 营销热度，想看嘉宾互撕，故意插了新男主进来。二人打得难舍难分，都想要了对方的命。不过这节目组也真是的，不提前把剧本通知我一声，不然我还能发挥得更好呢。我扶额苦笑。杰克和阿珍在地上翻滚扭打，看上去不像在演戏。要是真打出好歹来，我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？等这节目正式播出，我得被人骂死吧？不行，我的清誉不能毁。我跺着脚，在一旁极力劝阻：你们不要打了，要打就去练武房打呀！突然，天空响起雷鸣声，又下起暴雨。他们在雨里打得有来有回，但很快我就看出了端倪。明明拳拳到肉，这俩人脸上愣是连一点伤都没有。打假赛？好啊，居然是为了节目效果故意的，我还以为你们是真的为了我才动手，气死了！喂，导演，赶紧给我安排别的，这两个我都瞧不上。我对着耳机里大喊大叫。啊，宿主，你身上都有2个鬼气了，还嫌不够呢？怎么，你们节目组不会是拿不出人了吧？就这几个歪瓜裂枣想打发我，连门儿都没有。我故意说得很大声，就是为了激一激杰克和阿珍。说爱我，光靠嘴可不够。随后，我的眼前出现一扇透光的木门，一位宿主选择地狱级副本，祝游戏愉快。大门后是一处特设场地，什么阴森古堡、地狱汤池、丧尸墓地，我刚走没2步，一旁的水池子里就钻出一个上身赤裸的长发男 NPC。他的头发搭在饱满的胸肌上，眼神清澈，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水滴，肌肤在阳光下反射出斑斓光景。我鬼迷心窍凑了过去，这时长发男孩的鱼尾也浮出水面，他凑近我的耳垂，晶莹剔透的嘴唇微微张开：姐姐，想不想跟我去好玩的地方？还不等我回答，人鱼的手已经贴上了我的脸颊，献上深深一吻。我顿时脸如火烧，这小骚鱼也太主动了，越主动就越是轻浮。不行，我猛地推开他。之前就在院宅上过一次当，我不能在同一个坑里踩2次。不好意思，我想孤单一些。婉拒了人鱼的邀约后，我捂着脸尖叫逃离。没走多久，
就听见不远处传来铁器敲打的声音。穿过灌木丛，我勾着身子在一旁偷窥。声音的源头是一个三角脑袋的高大肌肉男，古铜色的肌肤，足有8块腹肌，臂围少说也有50了。他抡起大铁锤，敲打着地上的铁桩，汗水顺着肌肤滑落，散发出浓烈的男性荷尔蒙。我差点流鼻血了。这节目组还真是舍得，竟然请了这么多秀色可餐的演员。刚才是怎么跟我说的来着？第什么？哦，是顶级副本。我激动得大汗淋漓，汗水从嘴角不争气地流了出来。这一刻，我理解了妈妈的苦心，更是由衷感谢陈阿姨。面对这么多优质适龄男青年，我当然是要毫不犹豫地下手了。冲！这次我一定可以拿下最佳男嘉宾。秉持着多看多对比，选出最好伴侣的原则，我沿着小道一路向前，耳边的提示音也响个不停。截止到现在，我已经签下了一大堆契约，过程暂且不表，反正我还挺辛苦的。个人信息栏下边被密密麻麻的文字给挤满了。直到这个副本被我探索完，我也达到了终点处。一片漫无边际的大海就在眼前，夕阳渐渐陷入海岸线，和煦的海风吹过我的发梢。远方，一个模糊人影正向我走来，凑近了才看清，对方是个白发男子，穿着宽松的道袍，身材若隐若现，果然有几把刷子，知道这样半露不露才是最诱惑的。这种 play 我喜欢。你是第一个达到这里的人。男子微微一笑，礼貌冲我伸出手。我被美色迷得傻乎乎的，也下意识牵起对方的手。一瞬间，刺激的电流麻痹了我的全身，我白眼一翻，瞬间昏迷过去。这该死的静电再次醒来时，我身上的衣物被换成了纯白色的道袍，尺码稍微紧了些，有点勒。看了看周围，这儿好像是某种用于祭祀的地方。我躺在一块冰凉的祭台上，四面各立着一块石板。这是我正嘀咕着，之前那个白发帅哥从黑暗的拱门里走了出来。没错，你马上就要作为祭品献给无上的伟大旧日支配者。什么支配者？这是新的 NPC 吗？道德在哪里？廉耻在哪里？联系方式在哪里？白发男面露冷笑，手里还拿了一把刻着奇怪纹路的匕首。我的头顶被一束光照着，有些睁不开眼。快放开我！不要这样！见对方如此入戏，我大声呼喊着，极其配合节目。放了你！像你这样完美无缺，能够献给神的礼物，世界上可找不到第二人了。我脸颊微微一红，哪有他说的这么完美啊？其实我缺点还挺多的。你快放开我，不然真的来不及了。我用力挣扎着，可节目组的道具还真是结实。白发男迟疑了几秒，歪着头问道：什么来不及了？你别想耍什么花招。说着就要用匕首刺向我。我的脸憋得通红，我憋不住了，要去厕所，你再不解开我可就上边了。哗啦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好了没啊？快点出来！厕所外边，白毛不停叫唤。我真是无语了。看这阵势，估计待会儿节目组和场外观众都要一起登台，然后给我颁发什么最佳单身奖啥的。毕竟玩到现在，我还没有成功牵手的男嘉宾。呵，就算是被羞辱，我也得美美的领奖。我掏出口红补妆，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，不禁叹了一口气。为什么我长这么漂亮，工作能力又优秀的女人，单身到28岁都没有对象？是不是我的择偶标准太高，那些臭男人自知配不上？我要不要把标准稍微降低一下？很快，这个不争气的想法就被我打消了。我可是985名校毕业，叱咤风云的职场女强人。如果连我的最低标准都达不到，这样的男人留着也没用。补完妆，我走出厕所，乖乖躺回了祭台上。白毛也是一脸诧异地看着我：你怎么回来了？难道你就没想过逃跑？我笑了，不就是要被人耻笑嫁不出去吗？我宁折不弯，就算一辈子嫁不出去又如何？这只能说明没有配得上我的，我何必要自降身价？逃？我顾茵茵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逃这个字，大学时的800米体测除外。伟大的不可名状之神，请收下5等献给您的珠玉。祭台周围，白毛和其他工作人员神神叨叨，嘴里念着听不懂的文字。先前他装模作样用匕首在我身上刺了10来下，估计是质量太差了，那道具匕首愣是连个印子都没划出来。我躺在祭台上，哈欠连连，头顶的聚光灯愈发刺眼，整个场地也开始颤动。行了，早点结束吧。等回去了我就跟我妈说，这次一个都没相上。突然，原本敞亮的场地陷入漆黑，惨叫声接连，我的困意瞬间就消了。怎么停电了？直到灯光恢复，捆绑着我手脚的绳索被人切开了，站在眼前的竟是杰克和阿珍，他们身后还跟着几十个 NPC。你们怎么？我从祭台上坐起身，有些惊喜。顾小姐，我对你起誓过，又怎么会轻易放过你？别以为这样就能逃出我的手心。杰克单膝下跪，将怀中的玫瑰献给了我。一旁，阿珍的脸上也泛起微红，她指了指我的胸口，你的心脏只属于我。
二人一向我伸出手，我心跳飞快，内心别提有多紧张了。居然追我追到这儿，可见真心并不假。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选呢。杰克温柔体贴，有着成熟男人的气质，真是奶狗型的，也很符合我的口味。更别提这里还有其他人了，大家都会有歌的好呀。这简直比高考的单选题还要困难。能给我几天时间考虑吗？我不行，你只有明天1天时间了，而且你只能选择将灵魂永远赠予我。杰克皱起眉头，看上去有些不高兴。哟，人家都还没答应你呢。再说了，他身上也有我的契约。阿珍冷哼一声，和杰克相互瞪着眼。你们俩装什么大头呢？顾茵茵也有我的契约，怎么就成你们俩的了？是啊，他当初也答应我的，契约为证。场面再次乱作一团。宿主，你应该做选择了，现在副本里大半的 BOSS 都被你签下契约，你必须从他们之中选择最后的归宿。耳边，导演组也在催促着。吵死了，我就不能都要吗？夕阳西下，我漫步在沙滩上，看着这柔和的美景，内心也放松了不少。身后几十个各有特点的男人寸步不离跟着我，像是生怕我会被别人抢走。被这么多人同时爱着，真的让我很有压力，甚至有点呼吸不上来。可贪心从来不会有好下场，我不愿成为别人口中的渣女，或许是时候将这一切做个了断了。我停下脚步，从沙子里捡出一颗贝壳，在手心里观察了好一阵，掰开一半，抬手扔进了海里。你们谁能把贝壳找回来，我就答应谁。晚风中，我的裙摆被吹拂着，那些男孩一个接一个扎进了海里，看着他们争先恐后，想要得到我的宠爱的模样，我又是感动又是担心。可千万别感冒了呀，感冒很影响晚上体力的。这时，一只巨大的触手从水面下钻出，缠绕着一半贝壳。该死的就是你，老的钢毛都白了，别跟咱们小年轻抢！人鱼大吼着，露出一口锋利的獠牙，朝着那条大章鱼的脑袋疯狂啃咬。杰克的掏出剃刀，斩断了那只章鱼足，贝壳又一次掉进海水里。几十个人又重新进入猛烈争抢之中。我坐在海边静静看着他们，露出一脸嗤笑。记得以前还在上学的时候，学校的男孩们为了争夺校花的心，不择手段。如今我也过了一把瘾，我摊开手心，里边是2半完整的贝壳。哈哈，这群小傻瓜！其实我根本没扔，笑死！我可是都市品质女人，怎么可能因为一个破节目就决定自己一生的伴侣？当然，还是得继续看他们的表现啦。